跟他上过床啊！叶先生没有杀过人呐！叶璇，我知道你想帮我，不过你在法庭上是不可以撒谎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说的。肃静。证人，你还能够控制你的情绪，继续作供吗？主控官，请你继续。实际情况应该是，当天晚上被告和你发生了性行为后，于半夜离开时，被死者发现了你们的秘密关系。被告为了不让这个秘密外泄，所以就杀人灭口，是还是不是？不是的，叶先生没杀过人呢。被告在离开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听到雨声？有。法官大人，控方证人的供词前后不一，并且多次做出修改，其真实程度已经令人怀疑。由于控方证人临时提出新的口供，本席决定押后审讯，退庭。交通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再查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再大方的女人，也不肯容忍别的女人在法庭上当众承认跟自己丈夫有亲密的关系。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可是你不觉得严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有一点不寻常吗？叶雪改口供对他绝对有利，他为什么要否认呢？他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希望我知道。通奸真的比谋杀罪还严重吗？严先生宁愿被判死刑，都否认和叶雪有关系。是啊，你们不是一直说叶雪姐暗恋爸爸的吗？她为了爸爸而说谎，一点也不奇怪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调查清楚，才可以对严先生下定论。好吧，现在呢，我们要把阿飞所说的你得失事迹给找出来。谢谢，国庆。哎，严太太，你来看严先生吗？是啊。哎呀，你看你憔悴了，一定是担心严先生的事吧？严太太，你可要多保重。谢谢专员关心。其实嘛，我是很希望严先生他能够早一点无罪释放的，要不然的话，新秀赌王大赛也不知道压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举行。这件事情呢，迟点再说吧。哎，严太太，我有一句话想要提醒你。严先生他毕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赌王，身边有女孩子喜欢他，是很平常的。专员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说，男人在外逢场作戏，根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严太太，我希望你能够看开一点。谢谢专员关心，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会处理的。我倒忘了，严太太，你可是一个女中豪杰，一定会很大方的原谅严先生的。看来我是白担心了。如果没别的事，那我告辞了。请。赌后就是赌后，气量就是比普通人大，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也肯来看她，真是难得。媳妇，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跟叶璇呢，真的是……不用说了，这是根据描述拼出来的，看看是不是这个人。没错，媳妇，案发当晚，他就是在我们别墅外的那个得失之际啊。只要你肯定就行了。我知道这女人是谁，我这个帮你查。媳妇，你先别走。媳妇，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跟叶雪真的是清白的，我们俩之间真的……好了，你不用再说了。如果你们是清白的话，那叶雪是在撒谎吗？丁伟曾经告诉过叶雪，说我找不到时间证人，他是为了想帮我，所以敢在法庭上撒谎啊。戚芳，当晚我去叶雪家，只是拿了那只表就走了，我们俩之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啊。阿飞呀，你不要再骗我了好不好？叶雪在法庭上的表情你也看到的。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们是清白的呢？启芳，我承认有些事情我曾经隐瞒过你，但是因为我不想伤害我们之间刚刚弥补好的感情啊。启芳，我等了你3年，我们才能够复合，你说我不会珍惜这段感情吗？启芳，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你才会明白我是清白的？不是来听你解释的，我是来告诉你，你这个案子会帮你解决。我对你的不坦白，已经彻底的失望了。启芳。怎么样？美阳有没有找到那个女人？这边的推测是对的，她叫陈娇，是黄伯强的老婆。那她到底有没有驾驶执照？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怀疑她呢？有，陈娇本来是有执照的，不过在案发几个月前，她犯了严重的交通规则，被吊销了执照。我们之前都把注意力放在黄伯强身边目前有执照的女人身上，怪不得我们忽略了她。看来这个陈娇在案发当晚显然是无执照驾驶得势，怪不得黄伯强要为他老婆隐瞒事实。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这个陈娇出来，为飞哥证明清白呀！文信，你先冷静一下。我刚才跟朱律师通过电话，他给了一些法律上的意见。对方如果要隐瞒事实的话，可能反咬我们一口。哎，怎么办？明天就要开庭了，如果再找不到证据，飞哥他就……除非能够证明当天晚上陈娇真的是驾过德士。我们还有1晚的时间，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忽略的。你们看这张闯红灯的照片。这张照片拍的是一辆私家车，都不是德士。不是这辆私家车，是私家车前面那辆被拍到一半的德士。你看这个，跟黄伯强德士后面贴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啊，跟黄伯强家外停着的德士是一样的。果然是黄伯强德士的号码。王先生，我是严太太，我最后跟你说清，开完好不好？你们有完没完啦？别再烦我，不然我就要报警了。我们可以证明你的德士曾经在严家别墅出现。王先生，这块拼图是你太太吧？王先生，王先生。飞哥都要共振了，为什么大姐还没有到？你说你在案发当晚10点钟就已经离开了江月雪的家，请问有没有目击证人？没有。那么请你回答，在案发当晚半夜12点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我的别墅里。有没有人可以证明？有。当时大概12点多，我到别墅外的大门口倒垃圾，曾经遇到一位女德士司机，我也告诉警方德士的车牌号码。可是警方在案发后找过德士车主，他说那天晚上根本没有驾德士出去，这很明显是你编出来的故事。我没编故事。当晚下着大雨，那位女德士司机的车胎爆了，我看雨下这么大，叫她先上车避雨，等雨停后，我才帮她换轮胎。你别再狡辩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天晚上12点，当你要离开江月雪的家时，被死者发现了你和江月雪之间的奸情，于是你把心一横，将她骗到后巷，然后用你的外套把她勒死，最后把她的尸体丢进水沟里，是还是不是？不是，我根本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和江小姐发生过什么关系。我当天晚上的确在我的别墅里，我是清白的。被告，请你控制你的情绪。法官大人，我要求临时传召一位重要证人。我反对，控方之前并没有收到这位证人的资料。
控方其实是有的。这位证人就是我的当事人刚才所提出的那位女德士司机，之前是有人隐瞒了实情。案发当晚，我的确是在半夜12点左右，在严先生的别墅外面见过他的。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肯出庭作证？是不是有人给你金钱上的利益？不是的，不是的，是严太太她感动了我，所以我才出庭作证的。那么被告的太太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黄先生，我们可以证明你的德士曾经在严家别墅出现。这个拼图是你太太吧？黄先生，黄先生，如果我们把照片交给警方的话，你会因为给交狗狗而被控告的。黄先生，你开门好不好？黄先生，严太太，那晚严先生所看到的人就是你太太。是，我已经病了快1个月，家里没有了收入，阿娇才会在那天晚上偷偷帮我家德士去赚钱养家。你们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他本来已经想帮你们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出庭作证呢？如果他被发现没有制造期间拖驾车的话，他会被判刑。黄太太，黄太太是吗？黄太太。哎呀，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啦！报纸上不是说你老公外面有女人吗？你还替他求情干嘛？黄太太，我们大家都是女人，我的心情你应该很明白的。我丈夫就算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可是他还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夫妻一场，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不理他的。是啊，你们都愿意为关心的人做出牺牲，难道严太太的心情你们不明白吗？我丈夫真是无辜的，你们都是好人，难道忍心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判死刑吗？黄太太，你先生如果出了事的话，你真的能不理吗？是，你忍心看他坐牢而不理吗？与其你去坐牢，倒不如我去坐牢。我坐牢，你还可以赚钱养家。好，我答应你，我出庭作证。老婆，当初我的确是害怕被揭发无牌驾驶德士，所以才不敢出来做供的。那么你现在出来做供，难道就不怕被判刑吗？我当然是怕坐牢，不过严太太说的对呀，我们不能够冤死2个人的。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辩方要求重新盘问控方证人江夜雪。批准。江小姐，刚才已经有人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在案发当晚12点还在他的别墅里，他根本没有时间到后巷去杀人。那么你上一次做供说他是半夜2点才离开你的家的，这恐怕是你记错了吧？是不是？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是，严先生是大约10点钟离开我家。证人，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必须考虑清楚之后才回答问题。你每一次的供词都不一致，本席会判你藐视法庭。证人，你3番4次改变口供，完全是因为你向我的当事人求爱不遂，你是因爱成恨，才不停反反复复的改变你的供词，对不对？证人，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故意污蔑我的当事人的？是的，我气他拒绝我，所以我诬赖他。请你老实说，我的当事人在案发当晚离开你家的时候是没有带着外套和你送他的生日卡的，对不对？没有，在他离开的时候，我把所有东西全丢下楼。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到底有没有廉耻的？如果你有本事，就找一个肯娶你的男人，不要再抢别人的老公了。喂，八婆，你说过了没有？哼，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一个不要脸的人。丁佳佳不是以前跟你是老相好吗？
他现在尸骨未寒，你就抱着另外一个女人，哼！你们两个真的是天生一对奸夫淫妇啊！我告诉你，你最好不要乱说话，要不然我告你诽谤。我好怕啊！哼！叶雪，叶雪，你别难过了。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取笑你，我相信你。够了，我不想进去了。你能帮我听完判决吗？好，我先送你回去吧。不用了，谢谢你。本席宣判，被告严飞谋杀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决定。All right。有没有搞错啊？一条人命啊！这个法官到底会不会判的啊？那我们女儿不是白死了？妈妈，你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我们回家，回家。没听你啊！飞哥，恭喜你！严先生，恭喜你，你这样判好了，你没事了。爸，启芳呢？他知道你没事，就先走了。飞哥，你不要再追了，你追到大姐会理你的，你就让他冷静一下吧。法官是判我无罪，他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大姐一直知道你都没有杀过人，但是并不表示她相信你跟叶雪的事是清白的。爸，我们先回家再说吧。法官，你已经判严先生无罪，你应该高兴才对。我记得刚初一的时候，阿飞带我来这里看夕阳，那时候才是最开心的。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后悔，我很后悔为什么要跟阿飞复合。既然分开了，为什么又勉强在一起呢？那个时候韦小星回来之后，破裂的感情可以重新修补。可是我没想到，他从来都没有珍惜过。叶雪今天不是承认是他冤枉袁先生了吗？为什么你认定是他背叛了你呢？看见他在法庭上这么痛苦的表情，就知道他是强逼自己委曲求全。我痛心的不是阿飞出轨，而是他做又不肯承认。经过这件事，我看我们之间真的已经结束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看戏了，以后我也不会回来了。严飞无罪释放，你因为给假口供，罚款5000元。他没事，我就安心了。你已经很幸运了，只是罚款没有坐牢。叶璇，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好不好？害了自己真的不值得的。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你为了严飞这个家伙承受了很多冷言冷语，但是我要你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对你怎么样，我还是会支持你的。把你的烦恼分一半给我好吗？让我照顾你。我在医院还有一份工作，我会重新振作的，你不用担心了。叶璇，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可以照顾自己的。最近实在太麻烦你了，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朋友之间还说什么感激的呢？只要你让我留下来陪你吃饭，我已经很高兴。
为什么把我辞退了？你在法庭说出那么丢人的事，你还好意思留在医院工作吗？那是我私人的事啊，工作上我没有犯错啊。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这间医院是袁生开的，是严先生辞退我。是谁辞退你？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袁飞绝对不会让一个乱说话的花痴留在这间医院工作的。江小姐，你是个好护士，到别的医院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会尽快把辞职信交给你。蒋太太，袁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啊？他知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会告诉他的。总而言之，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会负责的。叶雪姐姐，姐姐要离开医院了，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呀，要好好的养病了，知道吗？你要去哪里？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我想看到你康复。叶雪，他吃药时间到了，我们再联络吧。叶雪姐姐，再见。再见。恭喜你啊，打赢了官司。谢谢你帮我。有事情找我？我找你？是啊，罗师傅打电话跟我说有事情要问我，到底什么事啊？我只叫他来接我，不知道他找过你。我有事想问你，为什么你要开除我？我开除你？你既然做得出，为什么不敢承认？我知道我在法庭上说了不该说的话，差点害了你。但是我也是想帮你呀。我明白，你是出自一番好意才撒谎，我并没怪你啊。这里不是法庭了，你不要说的好像那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这么说我会很难受的。你应该适可而止。我不想让齐芳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亲密关系。现在全珊瑚岛的人都耻笑我，为什么你还可以当作那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呢？叶雪，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跟你发生关系啊？如果我在你心目中一点地位都没有啊，那么你就不该跟我发生性关系了。我根本没有跟你发生过关系啊！严飞，叶雪为了你连自己的名誉都不要了，竟然敢做不敢认，你还算是男人吗？这种始乱终弃的人根本就不配当赌王。别再哭了，严飞真的不是人，竟然这样伤害你。都是我自己傻，我以后再也不要见他了。叫浩杰寄封吧，怎么说他也帮你顶了罪，也是你的好朋友。我一直都很想带小新来拜祭浩奇。浩奇出意外，我真的感到很难过。要不是小新一时糊涂的话，浩奇就不会坐牢了。浩奇也有错，我没怪任何人。我迟些会离开珊瑚岛的。阿飞知道了。我在法庭上胡言乱语，我知道令你很困扰。我很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叶雪，我知道你是会拿自己名誉开玩笑的。阿飞跟你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关系？没有。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你只把我当成好朋友，但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爱上了你的丈夫。感情的事情是很难控制的。其实我也有错，我真心想撮合你们。不管怎么样，我对你感到很内疚。反正我离开珊瑚岛，一切将会烟消云散。叶雪，你的心情真的太好了，阿飞辜负了你。严先生真的很爱你的，你千万别离开他。别人知的爱，你会要吗？小新在等我了，相信以后我们很难有机会再见面。我祝福你，再见。小新打电话给我，说你要带他离开珊瑚岛，是真的吗？我只是回来拿东西，我不想跟你吵架。儿子我有份的，你怎么可以说他走就走啊？我让小新留在你身边，我担心他变成另外一个严飞。齐芳，儿子跟我说，他舍不得离开我，你至少尊重下他的意见好不好？好，我让他自己决定。但是，我已经决定跟你分居，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你签好之后交给朱律师。我们为什么要搞到分居呢？因为我已经无法忍受跟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严飞出轨的话，我不怕承认。可是我根本没有对叶雪做过什么，为什么就要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为什么你一直在否认呢？你不觉得对不起叶雪吗？以前敢作敢为的严飞去了哪里啊？那件深明大义的骆奇芳又去了哪里呢？阿飞，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也无话可说。齐芳，齐芳，齐芳！罗先生。怎么样？觉得气氛怎么样？为什么整间餐厅都没有人呢？因为今晚将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所以呢，我把整间餐厅都包了下来。叶璇 ，Cheers。神风啊，其实今晚除了想谢谢你之外，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叶璇，其实今晚我也有事情要告诉你的。叶璇，我今晚有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这个。神风啊，其实……嘘，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先把这枚戒指收下。我知道我以前很花心，可是这3年来，我只对你一个真心真意。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照顾你一辈子。你给点时间让我考虑。我明白的，这是人生大事嘛。你暂时不用回答我，但是我希望你不会令我失望。
决定了吗？你是不是在看我送给你的戒指？为什么你会知道的？猜想罢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好。可是别让我等太久了。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拜拜。你果然大有进步。姨丈，是你啊？怎么你也帮师傅做事？学明也认为你的父母不肯栽培你，实在太埋没了你，所以他决定过来帮我们。是啊，严家赌场不应该交给外人，我会全力帮你继承赌场。你以后一定要将赌场发扬光大。你的赌术的确大有进步，不过以你现在的功力，最多只能够赢得了友康还有美瑶，还有一个人，你恐怕赢不了他。谁？丁伟，他的赌术突飞猛进，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他。你爸爸教人果然有他的一套，只可惜他宁愿教外人，也不肯教自己的儿子。这个人的赌技已经在美瑶之上，如果你要想赢他的话，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打败他，那我应该怎么做？你放心好了，师父一定会为你想个办法，让你达成做赌王的心愿。爸，你有心事啊？你不舒服吗？我只是在担心。别担心，我们下楼吧，我做的蛋糕给你吃呢。你觉得自己会在新秀赌王大赛中胜出，成为新秀赌后吗？爸，你担心也没有用的，我是赢不了丁伟的。其实丁伟胜出也是一件好事啊。你不希望丁伟成为新秀赌王吗？做赌王有什么好？我就是担心你们会胜出。我不是早就已经跟你提过，根本不希望看到未来的女婿被卷入赌的痛苦中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严飞夫妇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严兴学赌呢？他们认为赌是害人的，不想让儿子卷入江湖恩怨，所以想让他过平静的日子。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想法跟严飞是一样的。可是，赌场一定要有人来接管。如果让心术不正人来接管的话，那会害死更多人的。你自己受过严飞的恩惠，我无话可说。不过丁伟他就不一样了。如果有朝一日他在赌坛上闯出了名堂，会有很多人向他挑战的。到时候你们会有幸福的日子吗？我自己深受其害，很明白这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我很不希望看到你们成为赌王赌后。我知道你很矛盾，既要报答严飞的养育之恩，
又不想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以后受苦，很矛盾是吗？其实你可以令丁伟不去抢赌王的荣衔，就让有康去继承好了。虽然是有点自私，不过我真的很怕你们会受我受过的苦。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当然是希望看到你幸福快乐。美瑶，你去劝他的时候一定要有技巧，否则是没有用的。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要让我失望。美安和有康都各有千秋，他们有胜出的机会。他们都有自己的缺点，不像你这么全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更加适合接管我的赌场。交给你，我比较放心。你一定要赢，这样我才可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去劝慰齐芳。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走走走，多吃一点啊，要当到自己的家。好。对，不好意思啊，没什么菜，你随便吃啊。谢谢伯父伯母，看起来已经很丰富了，而且味道好像不错，我很喜欢。喜欢就早些嫁过来啊，我可以每天都煮给你吃的。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打算，你没有替我们担心。谁替你担心啊？自己顾自己呀，嫁菜给人家。对不起。谢谢。做什么？大家这样开心啊？要是佳佳有在的话，我就更开心了。他最喜欢吃我煮的菜，可是我再没有机会煮给他吃。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替妹妹讨回公道，抓到那个凶手。抓凶手重要，可是啊，你一定要赢赌完冠军宝座，专心练你的赌术，不要分心啊！对呀。抓凶手的事，就让警察去做吧。哦，美瑶胜出，我是很高兴的。对对对。怎么样？比赛前夕，男朋友吹点音乐，让你轻松，够新鲜的吧？谢谢你啊，丁伟啊。你是不是真的想在新秀赌王大赛里面胜出啊？我当然不想让严先生失望。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当赌后，你会不会生气啊？我帮严先生管理赌场这么多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赌场里面的状况。我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我一直不断努力的练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承他。况且我现在又是赌场里面的总管，如果我输了，会很没面子的。万一我真的击败你，你会怎么样？
能者去之，我绝对不会生气。你真那么想赢吗？丁伟，干嘛？喝了酒脸还黑黑的，跟美瑶姐吵架？严先生和我爸妈都很想我当上新秀赌王，可是美瑶也想赢。我真的不知道实现谁的愿望才好。其实这并不难决定的，要看谁在你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你最在乎谁，就让他实现他的愿望嘛，有什么为难的？谢谢你的提醒。谢什么？其实赌王只是浪得虚名，会比心爱的人更重要吗？说得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就叫做当局者迷，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一定会让美瑶姐赢的，为爱牺牲，好浪漫哦。丁伟，听说我父亲在特别训练你，那你的读书一定进步得很快了。这次新秀赌王的宝座，恐怕是非你莫属了。你太看得起我了，尤刚和梅瑶都很有实力，经验又比我丰富，我怎么会赢过他们？你太谦虚了，我看好你，先预祝你成功。谢谢，我去巡场了，你慢慢聊。你跟丁伟在谈什么？说得那么开心？没什么，说明天大赛的事啊。丁伟这样有前途，你一定对他有意思啦。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把他当大哥哥而已。不过他真的会当成赌王哦。你不是一向来想嫁给赌王的吗？我说过，我想嫁给我喜欢的人。那我是不是你喜欢的人？哪里有人问话这么直接的？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这次的比赛可是珊瑚岛的一大盛事，严先生，你肯请我当总裁判，是我的光荣。黄状元，你太客气了。现在请所有的参赛者进场。所有的参赛者都是珊瑚岛上的年轻精英，大家将角逐新秀赌王大赛的宝座，请所有的参赛者就位。还有我。小信，你想干什么？我也来参加今天的新秀赌王大赛。就有灰色的地带，看我信手拈来，是否一副绝世好牌？不用费一载，不自在失态，这算不算好？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也许不来。也许根本划不来，让我珍重笑话。